大家好，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小王子》，那个被誉为每个大人心中的孩子的故事。在这本经典的书中，我们将探讨爱、孤单、责任、忠诚，甚至死亡。我特别喜欢《小王子》，但是在40岁之前，我根本没有读懂这本书。很多人会认为说，《小王子》不就是一个很浅显的故事吗？它是可以给孩子读的，是睡前读物，所以这样的书里面会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呢？可是我大概是在自己女儿2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就读到这个版本树才老师翻译的《小王子》，哇，忽然就是泪如雨下。我想我是真正看懂了小王子，所以我要用5集的时间来给大家讲这本书，其中有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爱、朋友、孤单、责任、忠诚以及死亡，你一定要听。这本书会帮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好，它究竟是谁写的？我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作者的背景知识那这个作者的名字非常长，叫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是法国人。法国的第一大城市是巴黎，在巴黎呢有一个类似先贤祠堂一样的地方，就是对这个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是可以把名字放进这个祠堂里的。那迄今为止，这个祠堂里有72个人，那其中就有《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那去看他的墓志铭，上面只有一行话，说他是一个诗人、作家、画家、飞行员。哇，他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开着飞机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消失在蓝天中，再也没有回来。那圣埃克苏佩里是里昂人，里昂是法国的第2大城市，这个城市盛产美食，邓小平就曾经在里昂留学过。所以圣埃克苏佩里是出生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家是贵族。那这个故事非常的神奇，他写了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飞行员，有一次出去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被迫降落在撒哈拉沙漠里。就在这个沙漠里，他遇见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听起来很神奇，但它其实是作者的一个亲身经历。大概是在作者35岁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打算要创造一项世界纪录，是什么呢？就是最快的飞行记录。他要驾驶着飞机从法国的巴黎飞到越南的西贡，没想到途中就出了事故，他被迫降落在沙漠里。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机械师和他在一起。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能不能走出沙漠，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能够活下来。所以在那几天的时间里，你可以想象他的内心究竟在经历着什么。这段经历就导致他写出了这本书，著名的《小王子》。可是其中会描写到一些细节，说哇，当我望向天空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笑。我读了这句话就非常的震惊，说一个人被死亡威胁的时候，居然还能够看到微笑的星星，他的内心多么干净。所以作者有一句话很著名，他说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那如果我们理解了圣埃克苏佩里的这句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幻想的背后都有人类真实经历的故事，包括这个小王子。小王子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哇，首先从作者的自述。作者说，我小的时候是想要成为一个画家的。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它有没有实现呢？我给大家读一段书中说，在我6岁那年，有一次在一本书里看见一幅很棒的图画，那本书叫《亲身经历的故事》，写的是原始森林。在那幅图画上，一条大蟒蛇正在吞吃一头野兽，我就把它描了下来。那么大蟒蛇吞吃野兽，这个情景是什么样呢？你看这个小男孩画下来的是这样，他认为这是一头大蟒蛇吃下了一头大象，所以大象在蟒蛇的肚子里。可是当他拿着这幅画去给大人看的时候，大人会说，哇，一顶帽子，这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一个人瑟瑟发抖。所以小男孩就非常的失望，他不停的解释，可是所有的大人依然认为这就是一顶帽子，你是没有画画的天赋的。所以小男孩
再也没有想过他要成为画家，他的梦想就这样消失了。这就是小王子的开头。这个词其实非常重要，它是这本书里第一个关键词，叫做理解。有没有发现人很复杂哈？我们能够理解特别麻烦的概念，比如说高数，比如说几何，比如说黑洞，可是我们往往很难理解另外一个人。当一个孩子拿着图画来给你看，说哇你看见了什么，你会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所以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同，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啊。在这本书里开始就讲了很多成长，我们被迫改变，就是因为我们不被理解。所以这个男孩子放弃了他的梦想，他慢慢的长大，可能就会长成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模样，像你我一样啊。他在书中说，我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一个人真正谈得来，直到有一次，大概在6年前吧，飞机出了故障，在撒哈拉大沙漠，发动机里有什么东西坏了，身边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乘客，我只好自己来干这棘手的修理活，这对我是生死大事，我带的水只够喝8天。所以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他和小王子相遇的故事。那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就在一个人都没有的大沙漠里，飞行员在黎明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小的声音。哇，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吃惊。那个声音说，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然后飞行员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就是小王子的形象啊。然后飞行员就回答说，我不会画什么绵羊，他小的时候只会画一幅画，就是那个帽子。于是他就很敷衍的给小王子画了这幅画。结果小王子说什么呢？他说，不，我不要大蟒蛇肚子里的大象，它很危险，我的家太小了，我想要一只绵羊，给我画一只绵羊吧。哇，你可以想象，小王子忽然看懂了这个飞行员的童年，对吧？懂得是多不容易的事儿，他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竟然有人能够理解说，这不是帽子，这是一头吞下了大象的蟒蛇。所以飞行员开始重视这个小王子。那接下来他就画了一只绵羊。那第一只，小王子说，不，这只羊好像生病了。他又画了第二只。小王子说，哦，你瞧，它是一只山羊，它是有角的。小王子非常有原则哈。接下来他只好又画了一张。小王子很失望，说这只羊太老了。那接下来飞行员就失去了耐心，因为他急着要把发动机拆下来，要修理飞机，所以他就胡乱的画了一张。那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纸盒子，对吗？他跟小王子说，这是只箱子，你的绵羊就在里面。但我惊异地看到我的小法官的脸上顿时放出光来，我就要这一个。你说这只绵羊要吃很多草吗？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两个人立即在这个时候达成了共识。所以小王子跟飞行员的相遇就是从彼此理解开始的。接下来飞行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清楚了小王子究竟来自哪里。那是一颗非常非常小的行星，叫做 B612 小行星。那 B612 小行星究竟什么样呢？书里写说，小王子住的星球只有一座房子那么大。飞行员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除了那些有名字的大行星，比如说金星、木星、火星，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小行星。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望远镜观测到它们，这就是宇宙。但是 B612 小行星呢，以前只有一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在1909年用望远镜观察到过，只有这一次。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在国际天文学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就展示了这个重大的发现。可是请注意啊，由于他穿的是民族服装，谁也不相信他。大人们就是这样的。大人们是什么样的？叫做以貌取人啊！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包包，你就有什么样的地位，别人才会听你说话。
所以第二次在1920年又一次召开大会，这位天文学家穿上非常优雅的衣服，重新发表他的报告。这一次所有的人都信了。那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圣埃克苏佩里就在提醒说，枯燥的大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有趣的小孩子。那么大人和小孩子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把 B612号小行星的编号和细节告诉你们，就是因为这些大人的缘故。大人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喜欢数字。你跟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他们不会问本质的问题，他们从来不会问，他的嗓音怎么样啊？他最喜欢什么游戏啊？他收集蝴蝶标本吗？但他们会问，他几岁了？他有几个兄弟？他体重多少？他爸爸挣多少钱？好像只有这样，他们才了解这个人。那同样的，如果你告诉大人们说，哇，我看到一幢粉红色砖头的漂亮房子，窗户旁边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就想象不出这栋房子。你得告诉他们说，我看到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会说，哇，多漂亮的房子啊，是这样吗？就读这一段我就一直在笑，我觉得特别有代入感啊。所以圣埃克苏佩里说，大人们就是这样，不要怪他们吧，孩子就得原谅大人，因为孩子是懂得人生的，孩子是尽情嘲笑数字的，但大人不是这样。所以在讲述这件事儿的时候，飞行员说，我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在这里讲述他是为了记得他，这个他就是小王子。忘记一个朋友是很悲伤的事情，大人们常常会忘记朋友，也许我有点像大人了，我一定是老了。所以读小王子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恢复童真，保持自己那种有趣的弹性。那么 B622小行星上的小王子居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这个星星实在太小了，因为它只有一幢房子那么大，所以只要你把凳子挪一下，就可以看到一次落日。只要你愿意，一天之中可以看到很多次落日。小王子说，人们在忧伤的时候就容易看落日。那他怎么形容忧伤呢？他说，有一次我看了44次落日。哇，非常优美啊。那么在这个小行星上，他每天都要去对付很多的植物。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会一下子长得特别大，这就叫坏的植物，它们的根会把这个小行星撑爆的，所以要早早的把这个植物的种子清理掉。那小王子呢，还拥有3座火山，其中有2座活火山，1座死火山。活火山非常的有用，因为它可以在上面热它的早饭，把牛奶加热，然后就可以喝了。那死火山呢，他也会很认真的清理，因为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死火山突然就会活过来，这是不可预测的事情。那么有一天 B622小行星上忽然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这本书里的第2个关键词，叫做爱情。为什么呢？有一天小王子发现自己的领土上面长出了一种很奇怪的植物，这个植物他不认识，可是慢慢的它长大了。小王子发现它是一朵玫瑰花，他从来没有见过玫瑰花，可是他爱上了这朵玫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究竟应该怎么相处？小王子爱上了一朵玫瑰花，这件事儿读者怎么知道的呢？圣埃克苏佩里在书里写了这样的一段情景，那就是飞行员和小王子在相遇之后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争吵。为什么呢？小王子想要一头绵羊，飞行员就画给了他，小王子很满意，但他接下来担心绵羊会不会吃掉自己的玫瑰花，所以他就去问飞行员说，那么玫瑰长的刺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飞行员正在满头大汗地修理他的飞机，然后他非常的烦躁，他就说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明显是很敷衍啊，就像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小孩子跑过来问我们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10万个为什么，大人说我正在忙，你离我远一点，就很粗暴地对待他。飞行员也是这样哦，他告诉小王子，我正在做正经事，你不要烦我。
然后小王子听完之后就气得脸色发白，一头金发乱晃，然后他含着眼泪就说出了这本书中非常动人也很让人心疼的一段话。他说，要是有人爱上了一朵花，这朵花是在好几万又好几万颗星星上面独一无二的一朵，这个人只要望着这些星星就会感到很快乐。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就在那儿，在某个地方，可是万一绵羊把花给吃了，那对他来说就好像所有星星一下子都熄灭了，这难道不重要吗？小王子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对他来说，玫瑰是自己生命中的最爱，玫瑰花是不是安全是他最重要和最在乎的事情。可是另外一个人，那个飞行员根本不能够体谅他的难过，不能够分享他的心情，他只会说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感同身受。当我们读了这段话，小王子的心情我们不难理解，但是设身处地的想，如果你是那个飞行师，在当时你能够理解小王子的感受吗？这就牵扯到人和人相处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一个人真的有可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吗？而人的同理心到底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又可以走多远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生命经验是有差异的。比如我扭伤了脚，我才会体验到说，哇，原来坐在轮椅上是那么不方便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经历过被火烧痛的那种感受，你可能就能够知道说，哇，疼痛究竟是怎么样让你难以入睡。如果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长期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他可能就会慢慢变得自卑、敏感、孤僻。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日本社会就有好多人说无缘死，就是他无缘社会，他变得封闭起来。还有的人呢，其实常常一个人流眼泪的时候，会觉得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他。那有些人就会因此有抑郁的情绪等等这些。那为什么理解这么难呢？甚至同样住在一个屋檐下，那个爸爸妈妈就说，哎呀，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孩子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他永远跟我们离得那么远，就难以跨越的障碍。所以理解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投入时间。但是大人常常说自己很忙，对吧？当小王子跟飞行员说，啊，那个绵羊会不会吃掉我的玫瑰花？大人说我在忙，你不要来烦我。那忙字怎么写？竖心旁一个王。就当我们的心死了，我们就看不见身边的一切，就不能理解身边的一切。所以理解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得投入时间。那当飞行员意识到这件事儿，然后他还是一个很灵敏的大人，他就愿意听小王子讲述一下他和玫瑰花之间的故事。所以对于小王子的这朵玫瑰花，飞行员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直有一些非常单纯的花，只长一个花瓣，它们不占空间，不打扰任何人。早晨它们出现在草地上，到晚上就凋谢了，很美啊。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颗种子，它发芽了。小王子小心地盯着这棵幼苗，它与众不同，它准备开花。小王子目睹了这朵花的诞生，感到某个奇迹就要发生。对，当你投入时间，你会觉得，哇，原来你以为理所应当的一切都像奇迹。哪怕是太阳穿过3万米高空照在你的身上，你都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时间很重要。那这朵玫瑰花是非常骄傲的，它躲进绿色的花房，不停地装扮，让自己美丽。它精心挑选自己的颜色，缓缓地穿上衣裳，一片一片调整花瓣。它爱漂亮，于是到了一个早晨，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它终于出现了。可是这朵玫瑰花就像所有骄傲的小姑娘一样，装扮了那么长时间，她却打着哈欠说，啊，我刚醒来，请原谅，我还没梳好头呢。你看，这就是刻意的随意。然后小王子情不自禁地赞美说，你真美呀。
可不是吗？那朵花柔声回答，我是和太阳一起诞生的。小王子料想到他不太会谦虚，但是他非常动人。接下来这朵花就开始要求小王子为他服务，比如说我怕风，我怕虫子，我想要喝水，那么小王子就为他忙前忙后，像不像恋爱中的一对小情侣哈？这个男生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体贴和奉献自己的热情。可是玫瑰花呢，它总是有一点多疑的虚荣心，所以这朵花就开始折磨小王子。然后小王子就会觉得这朵花还真的有点复杂，慢慢的他就觉得不太开心了，对吧？爱情其实就是这样，它来得非常神秘，你不知道怎么它就会发生。可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有小小的烦恼和折磨。为什么？因为彼此并不那么容易理解，你是不知道对方究竟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说滚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该滚开吗？结果人家更生气了，是吗？所以这就是难以理解。那么小王子就坦诚地说，当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朵花，我不要听他说什么，而是应该看他做什么。他又给我芳香，又给我光彩，可是花就是这么矛盾。我当时太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他。因为这种彼此的不理解，他们虽然相爱，但不能好好的相处，所以小王子逃离了自己的玫瑰花。小王子离开玫瑰花的这天，两个人有一个告别的仪式。怀着忧伤，小王子再一次打扫了 B612小星球，为他的玫瑰拔了草，浇了水，还准备给他罩上一个玻璃罩，让那些虫子不要来打扰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很想哭。对，告别的时候，人总是会非常忧伤。再见了，他对花说，但是花没有回答他。再见了，他又说了一遍。花咳嗽了一下，但不是因为着凉。这句话写得太好了，这个咳嗽就是无法掩藏的情绪。接下来玫瑰花对他说，从前我真是太傻了，请原谅我，你一定要快乐起来。很动人啊。小王子很惊讶，花竟然没有责怪他。他拿着玻璃罩愣在那里，他无法理解这份平静的温柔。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争吵的太多了，所以都忘记了怎么好好的相处。然后花就对他说，是的，我爱你，你完全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我的错。这些都不重要，你也和我一样傻，一定要快乐起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是整个人类都要面对的困惑。既然深深的爱着，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对待彼此？既然深深的爱着，可是为什么要离开呢？这是小王子的困惑，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这种忧伤的情绪越来越重。花儿就跟他说，别这么拖拉了，这样很烦人，你决定了要走，那就走吧。当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说，你会怎么想？他是让你快点离开他，这样都解脱了吗？不是这样。玫瑰花其实不希望小王子看到他流泪，因为它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对，往往由于骄傲，我们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是大人都会做的事情，所以大人有的时候非常的愚蠢。爱情让小王子不开心，他离开了玫瑰花。可是离开玫瑰之后，他就开心了吗？并不是这样。小王子要怎么来找回他的快乐？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才明白，而我也是过了好多年才看懂了这本书。这就牵扯到了这本书里第3个关键词，叫做成长。这是小王子在离开玫瑰花、离开 B612小行星之后一系列的故事和遭遇。因为深爱一朵玫瑰花，可是又没办法跟他好好相处，小王子非常的忧伤，他选择了逃离，他离开了这朵玫瑰。可是逃离就是最好的办法吗？当然不，它牵扯出了后面这个很重要的词，叫做成长。
人只有真正的长大了，才能勇敢的面对你眼下所要遭遇的问题，而不是离开。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小王子的起点就是离开了 B612小行星，他去了很多地方，遇到了很多的人，这让他真正的长大。而这些经历呢，会让我们发现了人类迷惑行为大赏。我们会跟着小王子去经历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一定有你的熟人。那就在这段时间里，小王子去了很多地方。我们要先讲6个人的故事，特别有趣。这6个人是国王，他让小王子认识到什么叫做权力；一个爱虚荣的人，他教会小王子理解欲望；一个酒鬼，他教会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上瘾；一个商人，他让我们反思，哇，到底什么才是价值；还有一个点灯人，他教会我们工作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地理学家，他教会我们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到底有多么的局限。然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那所以这一系列行为我们要不断的脱帽致敬，因为在其中我们看到了自己身边这个真实社会上很多很多的现象和影子。我们先从第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国王。小王子开始拜访各种各样的小行星，他想找点事儿做，也增加见识。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国王穿一件绛红色的貂皮大衣，坐在一个简单却又十分威严的宝座上。这个国王总是要发布命令，因为对国王来说，世界是简化了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部下。可是很奇怪这个小行星小到根本没有其他人，只有国王，所以国王对谁发布命令呢？小王子也觉得非常奇怪，他四处张望，看哪里可以坐下，但整个星球都被国王那件貂皮大衣占满了，所以小王子只能站在那儿。他实在太累了，就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国王说，我不准你打哈欠。小王子说，哎呦，我没办法控制自己，我走了很长的路，一路都没有睡好。国王说，那好吧，我命令你打哈欠。你们发现国王古怪的逻辑了吗？就是发生任何事儿，一定要在自己的命令和控制之下，否则那就是不被允许的，那就是不合理的。然后小王子感到惊讶，这颗星球很小很小，那国王到底能够统治什么呢？于是他就问说，陛下，请您原谅，我要问一个问题。国王连忙说，我命令你问我问题。小王子就说，陛下，您统治些什么呢？国王回答得很干脆，只有2个字，说一切。小王子非常怀疑，一切？那国王就谨慎地指了指他自己的星球，又指了指其他的星球，还有所有的星星。您统治这一切？小王子显然不相信。这些星星都服从您吗？小王子又问了一个问题。国王告诉他，当然，他们马上就会服从，我不能容忍他们不守纪律。哇，这么大的权力让小王子觉得很惊叹，但是他立即觉得无聊了，他就决定离开。那国王真的能够阻止他离开吗？权力真的能够统治小王子的意志吗？完全不能。所以国王就说，好吧好吧，我相信我的星球上有一只很老很老的老鼠，我夜里听到过它的声音，你留下来吧，你可以审判这只老鼠，你可以时不时地判它死刑，这样它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中。不过你每次都要赦免它，因为这里只有这一只老鼠。小王子说，我才不喜欢判死刑呢，我真的要走了。然后国王没有办法挽留住他，但是又要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国王就跟他说，我任命你做我的驻外大使。所以小王子就离开了。他就发出了一个感慨，说，大人们真是奇怪了。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膨胀的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拥有很多很多的权利，对自己包括对他人，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小王子来到了第2颗星球，这里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在爱慕虚荣的人眼里，所有的人都仰慕他，所以他应该得到欢呼赞美，别人不停地向他致敬，这样他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对吧？我们现实中也会看到很多的偶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否则他就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那个灯打在自己的脸上，他才认为有价值。
然后别人不停的点赞，他才认为有价值。由于你没有给他点赞，他会愤怒的拉黑你，因为你怎么不关心我？爱虚荣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听得见赞美的话。他问小王子：“你真的仰慕我吗？”小王子说：“仰慕是什么意思？仰慕的意思就是承认我是这个星球上长得最帅、穿得最漂亮、最有钱也最聪明的人。”小王子很纳闷说：“可是这个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啊。”然后爱虚荣的人就说：“答应我，你还是仰慕我吧。”小王子耸耸肩说：“哦，我仰慕你，可这有什么让你兴奋的？”他说完话就走了。所以人类真是太奇怪了。那么爱虚荣的人像不像你身边的一些人？他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别人评价他的眼光上。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哇，这个酒鬼很有趣，他一直在喝酒。小王子看见他的时候，酒鬼身边摆着很多的瓶子，有的满满的，有的已经喝空了。酒鬼满脸的忧愁，小王子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喝酒？”酒鬼说：“为了遗忘。”小王子非常可怜他，就说：“你要遗忘什么呢？”酒鬼说：“我要忘掉我的羞耻。”那小王子就想帮助他，说：“什么样的羞耻呢？”那你们猜一下，酒鬼想要忘掉什么羞耻呢？他的答案是喝酒的羞耻。你看，人类迷惑行为大赏，我们不断的喝酒，是因为喝酒让我们内疚，我们喝更多的酒是为了忘掉这种负疚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走得太远，已经忘掉了自己出发的地方，以及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不忘初心这个词就非常的好哈。所以小王子就很迷惑的离开了。大人们真是太奇怪了，对吗？我们来看第4颗星球，这颗星球属于一个商人，这个商人非常的忙，小王子都走到他的面前了，他都没有抬起头看一眼。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算账。我就突然脑补出那些世界上著名的富豪哈，1000美金掉在地上，他们都没有时间捡。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太忙了。所以小王子就对他非常好奇，你这么忙，那一定非常有价值，你做的这些事儿究竟是什么呢？那商人就说：“我是个正经人，我没时间胡思乱想。”就商人认为他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他对整个世界都有贡献。那商人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就说：“你看我的逻辑哈。当然，如果你发现了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它就是你的；你发现了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岛，它就是你的；你最先想到一个点子，你为它申请专利，它就是你的。这些都是钱，都是价值。”商人说：“我拥有星星，因为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拥有星星。”然后小王子说：“哇，这倒是真的啊！那天空中那么多的星星，你拥有了它，那你拿它要做什么呢？”商人就说：“我管理它们，我反复的计算它们，这很难，但我是个正经人。”小王子还是不满意。小王子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拥有一条围巾，我就可以把它围在脖子上带走；如果我拥有一朵花，我可以把它摘下来带走。但是你不能把星星摘下来呀。”商人不这么想。商人说：“虽然星星不能摘下来，但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银行。”哦，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可以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我的星星的数目，然后把这张纸锁进抽屉里。小王子想，这挺好玩的，很诗意，但有点不切实际。你看，在很多要紧的事情上面，小王子的想法和那些大人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拥有一朵花，我每天给它浇水；我拥有3座火山，我每周都会打扫它们一遍，甚至连那座死火山我也会打扫。谁知道它会不会再喷发呢？那这样的话，我拥有它们，那我对我的火山、对我的花都是有用的。可是你对你的星星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你的星星为什么需要你呢？商人张着嘴，无言以对。于是小王子走了。他说：“大人们真是不可思议啊！”对呀，当我们特别商业化，我们用所有的数字来计算身边东西的价值，有没有想过，最大的价值就是
你对别人到底有什么用呢？小王子和商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不同的。好，接下来小王子来到了第5颗星球，这颗星球很特别，它是所有行星中最小的，那里只容得下一盏街灯和一个点灯人。小王子搞不明白，在天空的某个地方，没有房子，也没有居民，那一盏灯和一个点灯人到底有什么用呢？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也许这个人是很荒谬的，但他不会比国王、爱虚荣的人、商人或者那个酒鬼更荒谬。为什么呢？至少他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有意义，他点亮街灯，好像让一颗星星或者是一朵花诞生；他熄灭街灯，好像就是让星星和花入睡。非常诗意哈。他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职业，因为有用，所以美好。这句话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包括我做这个讲书节目，别人说哇，你讲的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呢？因为它美好啊，就没有任何一本书是没有用的，美本身其实也是有用的，而且它是大用啊。那这个点灯人非常忙，因为他的工作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白天要把街灯关掉，晚上要把街灯点亮。可是他所在的这个星星太小了，转得非常快，所以1秒钟就是白天，1秒钟就是黑夜。但没有人修改这个工作的规则，所以点灯人出于职业道德，他就这1秒钟点亮，下1秒钟关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非常非常的忙。小王子说，那为什么不改掉一下规则呢？点灯人说，没有人这样规定啊。所以小王子心里想，这个人也许会被人瞧不起，可是正因为他忙的这件事儿啊，不是只关心自己，所以小王子会认为这个点灯人非常值得他尊敬。那接下来小王子来到了第6颗星星，这颗星球比较大，它比刚才那个星星大10倍。那这上面呢住着一位老先生，他写砖头一样厚的大书。这个老先生是一位地理学家。小王子问，什么是地理学家？老先生说，就是一个学者，知道哪里有海，哪里有河，哪里有城市，有山脉和沙漠。小王子说，哇，很有意思，这个工作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他就开始观察这位地理学家的星球。他问地理学家说，哇，你的星球很美，有海吗？地理学家说，我没法知道。小王子说，那有山吗？我没法知道。那么有城市、河和沙漠啊？我也不知道。小王子就很失望，说，可是您是地理学家啊。没错，地理学家说，但我不是探险家。地理学家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不能到处乱逛，他从来不离开办公室。他要怎么了解外面的世界呢？地理学家说，我会去接见很多的探险家，看他们发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去了哪些地方，然后把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探险家的人品就很重要，他们不能撒谎，否则就会出现重大的错误。有没有发现，这就像我们很多人知道很多的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因为道理永远不等于真实的经验。我们有的时候听说了很多海的故事，但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听说了你应该怎么去爱，但从来不敢涉足真正的感情。那这样你其实就是从来没有活过这一生，你所有的经验都是不真实的，都是间接的。但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永远不能够体谅别人，永远不知道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世界中在发生什么。这个地理学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学究。然后小王子就会跟他说，我有一朵花在我的那个星球上。这位地理学家就说，我们不记录花。为什么呢？花最美呀。地理学家说，因为花是短暂的。什么叫做短暂？地理学家说，地理书是所有书籍中最严肃的书，它们永远不会过时。一座山很少会改变位置，一个海洋也很少会干涸，所以我们只写那些永恒的东西。在地理学家看来，一朵花根本不值得记录。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它是短暂的。当他这么提醒了小王子之后，小王子的想法是什么呢？那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吗？是的。小王子说，我立即觉得后悔了。
因为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我却把它独自留在家里。小王子走了，他惦记着他的花。你没有发现这种神秘的情感？很多永恒的东西啊，其实不能激发起我们的感情。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短暂，它稍纵即逝，比如露珠，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情，比如你青春时候的容颜，你才会觉得倍加珍惜。就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好好的去拥有它，好好的对待它，才不会觉得它是那么的短暂，它是那么不值得一过。所以地理学家反复地告诉小王子，你要追求永恒的东西，这反而提醒了小王子，我应该好好的对待我的花，因为它那么脆弱，它那么容易消失。所以经过了跟地理学家的讨论，小王子越发明白了，如果不能够经历时间的沉淀，我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对待我的玫瑰花，好好的对待我的感情的。那么小王子就离开了地理学家，他来到了第7颗星球，这颗星球就是地球。地球可不是普通的一颗星球，因为你和我都住在这颗星球。就在地球上，小王子遇到了沙漠里的飞行员，也经历了这本书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是什么呢？这一集是整本书中最重要也最美妙的部分，因为很多个核心词都会在这里出现。这就是小王子来到地球之后的经历。那他到了地球上，他遇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人，是一条蛇。这条蛇教会他一个词，叫做孤单。蛇的出场就很危险。我们来看一下，小王子来到地球上，惊讶地发现看不到一个人。他很吃惊，担心自己是不是弄错了星球。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白色的环状物在沙里动了一下。晚安，小王子想碰一碰运气。那条蛇回答：晚安。我落到哪一颗星球上了？小王子问。在地球上，在非洲。蛇回答。地球上没有人吗？这里是沙漠，沙漠里没有人，地球很大。然后蛇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你的星球很美。你看，蛇就像一个先知，他一看到小王子，他就能够知道说，这不属于地球。小王子说，我和一朵花合不来。那条蛇哦了一声，他们都陷入了沉默。小王子接着说，别的人在哪里呢？在沙漠里，真有点孤单。在人群中也会孤单的，蛇说。这句话很深刻啊。我们站在千万人之中，可还是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这个蛇说出了真理。那小王子就盯着蛇看了很久。这里有一段话意味深长。小王子说，哎呦，你那么细，像手指头，长得怪怪的。蛇说，我比国王的手指头还厉害呢。小王子说，哎呀，你有什么厉害的？你连脚都没有，你能去哪儿呢？蛇就告诉他，我可以送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你无法想象。有没有觉得这条蛇非常神秘，而且充满了危险的气息？然后小王子就说，你为什么总说谜一样的话？然后蛇说，我能解开所有的谜。然后他们都沉默了。圣埃克苏佩里在这里其实是埋了一个伏笔。再往后看，我们就会知道这条蛇非常重要，它牵扯到了小王子的结局和这本书的结局。那我们在这里先不讲啊。我们接着往下说。小王子遇到蛇之后，他就要穿越沙漠。他遇到了一朵花，这朵花非常没有想象力，因为他什么都没见过，他连人都没怎么见过，所以他认为人没有长着一个根，所以人非常可怜，他们总是跑来跑去，而且很久没有出现。所以想象力匮乏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最大的局限。那么接下来小王子遇到了这种高山，他喊来喊去的只有回声，他就越发觉得这个地球好匮乏因为人都那么的孤单。穿过沙漠、峭壁和雪地，走了很久很久，小王子终于发现了一条路。故事的转折在这里所有的路都通往有人居住的地方，
然后小王子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花园，这个花园里面开满了玫瑰。就在这个时刻，小王子崩溃了。这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出现了，叫独一无二。大家还记得吗？小王子为什么离开自己的星球 B612小行星？因为他和一朵玫瑰花闹了别扭，对吗？那朵玫瑰花在小王子看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可是忽然他发现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盛开着5000朵花，这个花都有一个名字，叫做玫瑰。小王子就崩溃了。原本你以为你的花是独一无二的，结果发现竟然有千千万万朵玫瑰和它一模一样，那你要怎么办？然后小王子看着这些玫瑰，他非常的诧异，因为它们都很像他的花。你们是什么花呀？那些玫瑰回答：我们是玫瑰。啊，小王子感到很难过，因为他的花告诉过小王子，说我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花。可是现在一座花园里就有5000朵这样的花，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小王子心里想：天哪，我还以为自己很富有，因为我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可是它其实不过是一朵普通的花。于是小王子趴在草地上哭了。那小王子应该怎么办？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哈。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女孩，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非常的普通。我认为自己会有独一无二的命运，可是长大了之后发现我不管怎么样努力，就是活成了一个普通人。这是非常崩溃的时刻，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时刻。那小王子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他还能治愈自己吗？整本书最美妙的部分就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这只狐狸教会了小王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智慧，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的部分。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你好，狐狸说。小王子很礼貌地回答：你好。他回头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声音说：我在这里，在苹果树下。小王子看见了狐狸，他不认识狐狸。他说：你是谁？你好漂亮。有没有发现独一无二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你没有见过它之前，你会认为哇，这个好新鲜。可是如果你见过很多个狐狸，它就不是独一无二的，对吗？那狐狸说：我是一只狐狸。小王子说：我好伤心，你过来和我一起玩吧。狐狸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养。对，如果你曾经听说过小王子这本书，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它，你一定知道这个词驯养。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小王子说：驯养是什么意思？他有和你一样的问题。狐狸说：这是完全被人忘掉了的事情。驯养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什么叫做建立关系？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小男孩。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对吧？你看，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很普通。可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对我，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你，我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词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出现了，就是什么叫做独一无二。小王子说：我有点懂了。哇，我想有一朵花。他就想起了 B612小星球上那朵玫瑰花，他已经驯养我了。狐狸说：有可能，在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小王子回答：哦，他不在地球上。狐狸非常惊讶：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吗？是的。下面这段对话很好笑哈。狐狸说：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小王子说：没有。狐狸立即很高兴，这很有意思，
那个星球上有鸡吗？小王子说也没有。唉，狐狸叹了一口气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这段很可爱啊。接下来他们又回来说驯养这个话题，很重要。如果你驯养了我，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我会认得你的脚步声，它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别人的脚步声只会让我钻进地洞躲起来，可是你的脚步声会呼唤我从地洞里钻出来，就像一阵音乐。还有，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是无用的，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任何东西，这让人难过。可是你的头发是金色的，所以等你驯养了我，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那会非常美妙。金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会爱上风吹过麦田的声音。狐狸不说话了，久久地看着小王子。这一段很动人，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这本书，我们就会知道跟人建立感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和别人没有感情，你吃一个冰淇淋只是吃一个冰淇淋，你看见大海的波浪只是看见大海的波浪。但是当你心里有着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在这个时刻，如果你能跟他在一起，你能分享舌尖上的冰激凌，你能一起看着阳光下波浪的涌动，你会觉得这是最美妙的事情，这就叫感情。然后狐狸在这个时候忽然对小王子说了非常致命的一句话，他说：请驯养我吧。我读到这一段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不知道狐狸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很严重的承诺。我原来读张爱玲的时候，她曾经讲过，她说一个女人啊，肯花一个男人的钱，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对一个女人花一个男人的钱，张爱玲说总会心里有点欢喜的。但为什么肯花这个男人的钱呢？那意味着信任，意味着我愿意把我交付给你，我们要共同建立一种关系。所以张爱玲就是遇到胡兰成之后，她非常勇敢地把自己交付给了胡兰成。但我们都知道胡兰成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所以后来在分手的时候，张爱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胡兰成一笔30万的分手费，那是他一本书的全部的稿费，就是从金钱上面划分清楚，那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那是很决绝的，非常酷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看到狐狸的要求说你驯养我吧，我觉得特别的柔软。就是如果我们敢于信任别人，敢于把自己交出去，这个就是一切改变的开始。这意味着你要踏入另一段关系。可是小王子在这个时候并不明白狐狸的这句话到底有多严重，他很犹豫，他说我很愿意，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我还想去结识朋友，还想了解很多事情。你看他的心根本没有定下来，他没有想到要完整的充分的进入一段关系，所以他怕自己做不到。那狐狸说，人类再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其他的事物了，他们到商店买现成的东西，不过世界上还没有可以购买朋友的商店，所以人类再也没有朋友了。那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你就驯养我吧。这句话打动了小王子，因为他来到地球之后，那个蛇教会他的第一个词叫做孤单。由于孤单，他很想要一个朋友。我们都是这样的，由于孤单，我们想要接近别人，我们想要和别人发生深刻的联系，可我们又由于自己身上这样那样的坏毛病，我们不能忠诚，不能专心，我们不自信，我们常常自卑，所以不能够好好的维护这段关系，犯了各种各样的错。所以小王子就问狐狸说，我该怎么做呢？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爱上了一个人，一件事儿，或者是一朵玫瑰花，我们太年轻了，
所以常常不能够好好爱它。那怎么做，就成了我们一直要学习的一件事儿。狐狸说：“你得先有耐心，你先坐得离我远一点，我用眼角的余光看你，你什么也不要说，因为语言是误会的源头，对吧？”小王子就是这样呀，他总是听不懂那朵玫瑰花到底在跟他说什么，所以他就不开心了，所以他离开了深爱的玫瑰。但是每一天你都可以坐得离我更近一点，这就是整个驯养的开始啊。那么当他们开始尝试着彼此驯养的时候，第二天小王子就回来了。狐狸对他说：“你最好在每天同一个时间回来。为什么呢？这叫仪式感。”狐狸说：“如果你下午4点钟来，那么从3点钟开始，我就会感到开心。”哇，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我就是由于这句话，深刻地记住了小王子。我在一个深夜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就泪如雨下。你知道仪式感是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件重要的事儿付出等待，可是在等待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慌、焦虑或者是不耐烦。那如果我们能够说，哇，一想到你下午4点钟要来，我从3点钟就开始快乐了，我们能够好好的表述这种感情，那双方都会意识到这件事有多重要，是吧？所以狐狸讲说，时间越挨近，我就会越开心，到了4点钟我就坐不住了，我就会担心，这就是幸福的代价。在狐狸看来，幸福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一个人必须完成的仪式感。那小王子就会问，什么是仪式？狐狸说，这也是完全被人忘掉的事儿，就像朋友一样，人们常常忘掉它。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比如说猎人有一个仪式，他们每个周4都和村里的姑娘们一起跳舞，这一天他是不打猎的。那么对于狐狸来说，星期4就变成了美妙的日子，所以他就可以出去偷吃东西，不担心遇到猎人。他可以到葡萄园去散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有了仪式感，这个人对你来讲就是独一无二的，你非他不可。这个事儿对你来讲也是独一无二的，你非他不行。就是这样，小王子跟狐狸之间完成了这个过程，就叫做彼此驯养。那驯养一旦完成，接下来面临一件事儿，就是小王子还要往前走啊，他要跟狐狸告别，那怎么办呢？所有的东西都有代价，幸福的代价就是这样。狐狸说，啊，我会哭的。小王子说，这都是你的错，我不愿意你难过，但是你让我驯养你。狐狸说，没错。小王子说，可是你会哭的呀。狐狸说，没错。看这个对话该怎么进行呢？小王子说，那你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吗？狐狸说，有的，比如麦子的颜色。然后狐狸就告诉他说，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吧，你会明白，你的玫瑰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回来跟我告别的时候，我就会送给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爱的秘密，世界上所有感情的秘密。于是小王子就回去看那个玫瑰园里那5000朵一样盛开的玫瑰。这个时候他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做驯养，什么叫做独一无二。所以他跟那个玫瑰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人驯养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以前的那只狐狸，那个时候它只是与成千上万只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和它做了朋友，现在它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王子又说，你们这些玫瑰都很美，但是你们很空虚。什么叫做空虚？他接下来这句话很厉害，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当然
一个普通的路人，他会觉得我的玫瑰和你们很像，但是我知道我的玫瑰和你们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一朵玫瑰比你们全体都重要。为了它，我浇水；为了它，我罩上玻璃罩；为了它，我用屏风保护它；也是为了它，我杀死了那些毛毛虫。我听它抱怨或者吹牛，甚至沉默不语，因为它是我的玫瑰。这就是所有感情中最重大的秘密。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非常的动心。如果不能够了解这些，我们就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大人，我们没办法和别人做到心心相印，我们就不能理解诗词里面那一句“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那个就是感情的代价。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这种代价，你就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感情，那是更加可悲的一件事情。当小王子跟玫瑰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又回到了狐狸的身边，他跟狐狸说再见。那狐狸也跟他再见，然后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只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我们都记住这一句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他说这个秘密很简单，就是只有用心看才能看清楚，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小王子就重复了这句话，来，所有的小王子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要把它记住。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它才变得那么重要。你为任何一个人和一个事儿花了很多的时间，它才会独一无二，这就是秘密。狐狸说，人类已经忘了这个真理，但你不要忘记它。如果你驯养了另外一个人，你对他就永远有责任。那么小王子，你对你的玫瑰花就永远有责任。小王子就重复着要把这句话记住。这个就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智慧，那就是时间。你把时间花在哪里，那么这件事才会变得重要。当你花了足够的时间，这件事儿，这个人就会变成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而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你必须用心去看。所以当你读了很多很多的经典之后，你一定倒过来会理解小王子和狐狸的相遇，就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相遇。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它告诉我们所有感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它告诉我们驯养意味着什么，那个就是责任。如果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去爱的，那要爱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爱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接下来小王子又遇到了什么呢？就是这本书的结局，它非常的伤感，但也非常的优美。这是飞机在沙漠里出故障的第8天，飞行员说，我听完小王子讲的故事，最后的一滴水也喝光了，所以2个人就决定要出去找一口井。飞行员觉得这很荒谬，在广袤的沙漠里漫无目标去找一口井，但他们还是动身了。这个故事就在行动中慢慢的落幕，但其中的很多东西非常的优美。我们默默地走了好几个钟头，夜降临了，星星开始闪烁，我望着星星，像做梦一样。因为口渴，我有点发烧。小王子的话在我脑子里跳舞。你也渴吗？我问他。小王子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我说，水对心灵也是有益处的。我相信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沙漠里真实的感受。由于非常的疲倦，包括口渴，甚至生病，他会有一点点幻觉。但这个时候，所有奇妙的事情都发生了。他们2个开始聊天，聊什么呢？聊真正重要的东西。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我们看不见的花。这小王子又想起了他的玫瑰花。沙漠也很美，他补了一句。小王子说，
沙漠很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藏着一口井。这句话我们听起来觉得好普通，对吗？可是飞行员却突然之间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这就是顿悟时刻。他忽然明白过来，忽然理解沙漠里的神秘之光了。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住过一栋老房子，传说这个房子里面埋藏着一个宝藏，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宝藏在哪里，甚至从来没有人去找过。但宝藏的传说让整座房子充满了魔力，我会相信在房子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秘密。这就是什么？就是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闪光之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魔法时刻。就是如果你一旦相信什么什么的努力之中埋藏着一个秘密，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吗？你会觉得命运是会转折的，会闪闪发光的，一个普通的人也会变得与众不同。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坚信魔法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些离开的亲人们不会在天上看着你。后来有一年有一部动画片《狮子王》，那个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小狮子看着天空的时候会说，哇，我们的祖先的灵魂会在天上看着我，这是真的吗？对，那个时刻我突然心里一动，我在想说啊，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相信魔法的，因为相信很多东西才会真的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那什么都不会改变。然后飞行员就告诉小王子说，对，不管是房子、星星还是沙漠，那种美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小王子说，我很高兴你和我的狐狸朋友想的是一样的。然后小王子就睡着了，飞行员把他抱在怀里继续赶路。我很感动，好像抱着一个脆弱的宝贝，我甚至觉得地球上再也没有比他更脆弱的东西了。借着月光，我看着他苍白的额头、闭着的眼睛和风中颤动的一丝丝头发，我告诉自己，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身体，最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你有没有这样注视过自己的孩子、父母，或者是身边的爱人，甚至是你珍藏的一个物件，你就会理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它需要用心去看。接下来有一段很重要的描写，说睡着的小王子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一朵花的忠诚，是玫瑰的形象在他身上发光，像一盏灯的火焰，甚至在他睡着时。这是小王子教会我们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叫做忠诚。当他理解到自己的玫瑰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为这朵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感情，所以当他看着其他5000朵玫瑰，哪怕它们很相像，哪怕世界上还有10000朵其他的玫瑰花，他认为这些对他来讲都没有价值，他只想要自己的那朵玫瑰。这就是忠诚。一个忠诚的关系意味着认真的、长期的、稳定的陪伴。小王子没有爱上别的玫瑰花，那么他为忠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就牵扯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所以当你选择了为忠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那小王子的选择是什么呢？那我们往下看，这本书的高潮部分就这样慢慢来临了。小王子和飞行员在天亮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口井。他们找到这口井不太像撒哈拉沙漠里的井，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他们碰了碰绳子，转起了滑轮，滑轮嘎吱嘎吱地响起来，好像从沉睡中醒过来。小王子说，你听，我们唤醒了这口井，它在唱歌呢。然后缓缓的，飞行员就把水桶拉到井边，在颤抖的水面上，我看见了颤动的太阳，特别美。然后小王子说，我好想喝这水，给我喝一点。飞行员瞬间就明白了小王子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小王子闭起眼睛喝水，水真甜，甜得像一个节日
这水跟其他的食物都不一样，它诞生于我们星空下的跋涉、滑轮的歌唱和手臂的努力。你看，依然是付出了时间，付出了感情，付出了艰难的行动。就当我们真正的成长了，这个水和之前所有的水就都变得不一样了。这水对心灵有益处，就像是一份礼物。小王子说，你们这里的人在一座花园里种了5000朵玫瑰，他们在里面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是的，但他们要找的东西，在一朵玫瑰或一点点水里就能找到。是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眼睛是盲目的，要用心去寻找。他们喝了水，他们开始休息，体力慢慢的在恢复，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和谐。可是飞行员说，为什么我觉得有点难过呢？故事的转折就在这里开始了。灵敏的人会发现，一切开始慢慢的有了点忧伤的意味。小王子在我的身边坐下，轻声对我说，你得信守你的诺言。这是忠诚的第一个条件，叫做诺言。什么诺言？小王子说，你知道你要帮我的绵羊画一个嘴套，这样绵羊就不会吃掉我的玫瑰花。我要对那朵花负责任的。这是第二个条件，责任。不知道为什么，飞行员感到一种异样的忧伤。灵敏的读者，你们有没有听出小王子想要跟飞行员说什么？对，是告别。经历了这么久的跋涉，见了那么多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就是我深爱着那朵玫瑰，可我为什么会不开心？所以小王子离开了玫瑰花，但当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独一无二，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之后，小王子想要回到他的 B612小星球上了。所以他在跟飞行员告别，他说，你不要忘记了给那个绵羊画一个嘴套，因为我要对我的玫瑰花负责。小王子想要努力地回到他的玫瑰花的身边，虽然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飞行员说，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8天前我遇到你的那个早上，你独自在这千里之外荒无人烟的地方漫步，这不是偶然的相遇，对吗？你是想要回到你降落的地方。小王子的脸红了。对，当一个人被猜中了心思，他的脸就会红了。所以告别的时间又一次降临，飞行员想到了那只狐狸。我们读了这本书都会想到那个狐狸，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被驯养了，我们可能会掉眼泪的。就是当真正的感情发生，离别就变成了很困难的一个选择。这是忠诚的第3个条件，叫做选择。我们说了3个条件，我们怎么样为忠诚付出代价呢？第一，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诺言；第二，我们要为诺言尽自己的责任，要负责；第三，就是负责的时候一定有取舍，所以你要选择。那小王子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在那口井的旁边有一堵废弃的老石墙。第2天晚上，忙完工作，飞行员回到这个石墙这里，远远地看到我的小王子坐在石墙上，双脚悬在空中。我听见他在说话。他说，你不记得了？这个地点不完全对。小王子在跟谁说话？当然不是飞行员。然后飞行员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是了，是了，日子是对的，但地点不是这里。可是飞行员没有看见任何人，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然后他听见小王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有好的毒液吗？你确定不会让我太难受吧？飞行员停下脚步，心头一紧，他依然没有明白小王子在说什么。那亲爱的读者，你明白了吗？你们已经从头听到尾，小王子在跟谁说话？没错，
就是那条蛇。那条蛇是有毒液的，对吗？它像是神秘的预言家一样，曾经告诉小王子说，我会让你去很远的地方，远到你根本想不到。我可以解决所有的秘密。那这个蛇又出现了，这意味着什么呢？飞行员往墙角一看，吓了一跳，一条黄色的蛇昂首立在小王子面前。这种蛇的毒液30秒就能致人死命。然后他开始往前跑，同时摸口袋想把手枪掏出来，可是听见飞行员的声音，这条蛇轻轻地没入沙里，就像一道落下的水柱，不慌不忙的，它不见了。然后飞行员跑到小王子面前，发现他的脸苍白的可怕，他一把把小王子抱到怀里，说：“怎么回事？你在跟蛇说话？”这个时候小王子怎么样了呢？我感到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像抱婴儿那样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好像笔直地坠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我根本挽留不住。他的心跳就像被枪击中濒临死亡的小鸟。他对我说：“我很高兴你找出了引擎的毛病，你快可以回家了。”你怎么知道？飞行员正想告诉小王子，他终于修好了飞机，虽然就要绝望了，他就是想要告诉小王子这个消息。然后小王子接着说：“我也一样，今天就要回家了。”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这是小王子跟飞行员的告别，和地球的告别。他选择了让那个毒蛇咬了自己，他认为这样可以回到那朵玫瑰花身边去，回到 B612小星球。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没有人知道。他被毒蛇咬了之后，他一定会死的。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能够回到玫瑰花的身边吗？这是一个谜。但小王子选择了这么做，他相信他只有这么做才有可能回到玫瑰花身边。这个版本的小王子我拿到了授权，把它制作成了有声广播剧。那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非常伤感的。那有人听了这个广播剧就跟我讲说，晚上的时候光着脚站在我们家的中央大声的哭，说我所有的痛苦都在这个瞬间被释放了，但释放之后我就被治愈了。就是这种笑中带泪的感觉。小王子的结局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飞行员跟小王子告别，说：“亲爱的小人儿，我无法忍受再也听不见你的笑声。”可是小王子说：“今晚就要满1年了。”他离开他的星球和他的玫瑰花已经快要满1年了，所以他决定回去。他说：“人们拥有各不相同的星星，对旅行的人，星星是向导；对其他人，星星只是小光点；对学者，星星是研究的课题；对我遇到的那位商人，星星是金子。可是这些星星都沉默着。但是你，是小王子对飞行员说的话，你将拥有别人没有的星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彼此驯养，他们是好朋友。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你晚上仰望天空时，因为我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因为我会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笑，你会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将拥有会笑的星星。如果我们也读了《小王子》，我们被这本书驯养，那你再抬头仰望天空，你晚上散步的时候看见星星，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就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和地球上没有读过的小王子的人是不一样的。小王子又笑了，说：“痛苦总会过去的，等你不再痛苦的时候，你会为认识我感到高兴。”这是真正告别的时刻。小王子拉着飞行员的手说：“我的样子会像死掉一样，但那不是真的。”飞行员沉默不语。小王子又说：“你明白，
路太远了，我没法带走这个身体，它太重了。飞行员依然沉默。小王子接着说，不过这就像扔掉一张老树皮，那些老树皮不值得伤心。飞行员还在沉默。圣埃克苏佩里在这里写了3段沉默，为什么？这个特别像我们的《诗经》哈，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当你反复来描写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像咏叹调一样，它有了特别的意义，你就知道这个沉默的背后是非常伤感的。所以小王子就有点泄气，在告别的时候，他想要安慰自己的好朋友，但显然并没有那么成功。所以小王子就说，你知道那样挺好的，我也会抬头看星星，每一颗星星都会有一口井和一个生锈的滑轮，每一颗星星都会倒水给我喝。他依然在试图安慰飞行员，飞行员仍然沉默。哎，那得有多好玩，你将会有5亿个小铃铛，而我将会有5亿口甘泉。然后小王子也不说话了，因为他哭了。接下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道黄光在小王子脚踝附近闪了一下，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立了片刻。他没有叫喊，像一棵树那样慢慢倒下，因为沙的缘故，甚至没发出声响。这是小王子离开地球，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离开世界、离开生命的一刻。很多读者在读到这里都不能相信，因为一旦相信就太悲伤了，所以他们会反复地问，小王子死了吗？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也并没有明确到底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回到比622小星球，有没有回到玫瑰花的身边？但这一刻应该就是人生的终点，这可能也是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终极考验啊！最让人困惑、最让人难过的，甚至不是生命中你有没有失恋，有没有赚到很多钱，有没有去一个念念不忘的地方，而是看着自己最亲爱、最舍不得的人跟这个世界告别，这叫永别。永别是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你想与不想，都永远不可能再见了。所以这种失去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它不可挽回。那我们常常会很纠结，说为什么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为什么去年还在，今天就没有了？为什么你曾经爱我，转眼就离开我了？但是读了《小王子》，就会发现这本书一点都不简单。它有一个很深邃的问题，就是人生都是有限的。既然那么有限，那我们就要活好每一天。就怎么样才能活好每一天呢？我们可能必然会有一段问题，比如谁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那面对这个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我应该怎么安排时间，才能算好好的度过了这一生？就像这本书里，小王子用心的驯养了玫瑰，那么宇宙之中就有了美好的爱情。而狐狸用心的驯养了小王子，那麦子的颜色在他的眼中就会变得不一样，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朋友。包括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彼此驯养，他们就知道，自从我们2个人建立了深刻的关系，天空中的每一个星星对我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书中有一段很动人的话，说奥秘也许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小王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说啊，你讲讲小王子吧，而且他会影响那么多的人？对于同样喜爱小王子的您来说，就同我一样，如果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有一只我们不认识的绵羊，不管它有没有吃掉一朵玫瑰花，宇宙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望望天空吧，问问自己，那只绵羊
到底有没有吃掉那朵花，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同了。小王子出现在地球上，然后又消失了，但是总有一些事情被他改变了。没有一个大人会明白这件事儿变得有多重要。你看圣埃克苏佩里又在 diss 大人，那在他的整本书的叙述里，大人是什么人？就是那些特别的忙碌、心死了的人，麻木不仁，不能够跟别人心心相印，不明白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就得想说，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小王子，包括小王子最终的结局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们就得回到当时的那个背景里面去，就能知道当生命会归零，然后很多永恒的东西都会归零，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活好自己的人生。要知道圣埃克苏佩里在写小王子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战火连天。他是一个飞行员，他曾经开着飞机去执行过很多的任务，可是后来他在退役了之后呢，他就去开着飞机给别人运送邮件。圣埃克苏佩里说，哇，运送邮件比执行任务快乐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邮件送给另外一些人的时候，你得到的都是快乐。那战争会让你得到什么呢？会得到无尽的痛苦。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可是在二战爆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德国攻占了法国，那么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到美国，他是在美国写下了小王子。所以小王子这本书最早是在美国出版的，那是圣埃克苏佩里流亡期间，但是他非常热爱他的祖国，而且他非常热爱和平。所以在43岁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就毅然地放弃了他比较安全的生活，又加入了战斗。他参加了抗击德军的部队，他还是当飞行员，而且驻扎在非洲的北部。那么在1944年的7月31号，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着飞机准备飞越法国南部去执行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像小王子一样消失在蓝天中，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人找到那架飞机，也没有人找到他的遗体。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他是阵亡了，更多的人会说他就是小王子，他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星球。所以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是短暂的。小王子会死去，玫瑰会死去，狐狸会死去，圣埃克苏佩里也会离开我们，因为它短暂，所以才显得那么的重要。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依然会觉得孤独，觉得不安全，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忠诚，我们没有办法背负很多的责任，这会让我们不快乐，让我们备受折磨。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可能作者最想说的就是，正因为世道有的时候并不那么好，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命运会变得非常艰难，所以人们才更加需要梦想，需要深刻的感情，需要彼此驯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好好的走下去。那所有的出路是什么呢？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好好的了解自己，认清生命的本质，认清感情中最美好的那个价值到底应该怎么建立，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真正活出重要的部分。希望你也喜欢这本书《小王子》，就到这里。